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义，大雄和小夫同样是面对胖虎这样用拳头说话的老赖，能不能抱到蓝胖子的大腿才是关键。大雄好声好气的向胖虎讨要1个月前借走的书，却被胖虎反将一军，再加上助纣为虐的小夫，大雄莫名其妙的就成为了诬陷胖虎的恶人。原本屋主才是老子，此时大雄却成了下跪道歉的孙子。鱼哭了谁知道，大雄哭了谁知道，能懂他悲伤的只有蓝胖子。大雄的书就由蓝胖子来守护。蓝胖子拿出了魔术箱套装，准备开展解救人质作战。只见他坐进箱子，把脚伸进了最下面的洞里，这只脚竟然从圆筒的一头伸了出来，而且蓝胖子可以让圆筒像自己的脚一样行动。观察路况是靠上面的洞，中间的洞则是用来让手从圆筒的另一头伸出来的。这不，蓝胖子操纵着圆筒，轻而易举地拿走了老妈的眼镜。如何把眼镜神不知鬼不觉地还给老妈，则是大雄的练手题。好在大雄一点就通，让老妈又回到了清晰的世界。有了开门红，大雄直接向胖虎家进发。要说他和静香还真是有缘，一只脚出门都能遇到。看见静香买了一堆烤红薯，大雄毫不客气地笑纳了。蓝胖子嘴上说着这样不好，可他也分了半个去吃。吃完红薯，大雄突然发现圆筒悬空了，伸出手去摸到了一团毛茸茸的东西。原来圆筒被狗子当成玩具叼走了，狗主人更是把它当成了飞碟。大雄的视野随之天旋地转，本就头晕眼花的大雄还被狗子舔了舔脚丫子，然后挨了一口，那滋味别提多酸爽了。要不是蓝胖子赶过去抢回了圆筒，大雄这条腿今天就要交代在狗子的嘴里了。送佛送到西，蓝胖子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圆筒带到了胖虎家门口。接下来就要靠大雄自己了。大雄当着胖虎妈的面悄悄潜入了胖虎的房间，成功的找回了被胖虎借走的那本书。大雄向来不是个见好就收的人，更何况之前胖虎和小夫还得当孙子，现在他要告诉他们谁才是老子。说着，大雄对着胖虎的大屁股就是一脚，还顺走了他的包子。本想用球棍给胖虎来上一棍，胖虎脚下一滑，屁股惨遭来自地板的第二击，圆筒也被发现。智商不在线的胖虎没多想，直接给扔了出去。这时小夫也来到胖虎家，其实他也是个被胖虎借走了书的可怜人，何苦为难大雄呢？既然小夫不仁，就休怪大雄不义了。他又偷偷进到胖虎房间里，找到小夫的那本书，趁小夫向胖虎讨要的时候，偷偷的塞进了他的手里。胖虎一看小夫竟然拿着书还要他还，二话不说把小夫连人带书打出了家门。胖虎和小夫都教训过了，蓝胖子劝大雄赶紧收手，可大雄这会儿正在兴头上呢，哪能听得进去？正巧胖虎的暴力行为被老妈抓了个现行，正在挨训呢。大雄偷偷的给他挠痒痒，胖虎忍不住大笑起来，这把老妈给气坏了，不由分说的就是一顿抽。这下大雄可是过足了老瘾，正准备走人，圆筒却被胖虎拿了起来。被教训了就要解压，一个想法随即而生。于是大雄眼睁睁地看着圆筒被胖虎当成了麦克风套，他和蓝胖子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胖虎的杀人魔音便在两人耳边零距离炸响，堪比核弹的音浪，把他俩掀得人仰猫翻。如果用一句话形容胖虎歌声的恐怖，小伙伴们会如何形容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如果童话故事可以成真，小伙伴们最希望哪部童话成真呢？大雄又在学习石摸鱼，看着杰克顺着动漫升天，发现巨人城堡的故事，大雄是百看不厌。尤其是最后获得奇珍异宝的桥段，谁知蓝胖子兜里啥都有，随手一掏就拿出杰克豆，将豆子埋进土里，再浇点水，藤蔓就会疯狂生长。看着一柱擎天的动漫，大雄都惊呆了，二话不说就要上天找财宝。可大雄不是普通人，刚爬过屋顶就已犯困，一听说还要再爬500米，大雄选择自由落体回到地面，差点没把裤裆磨破。没想到动漫还是声控的，蓝胖子一声令下，直接打回原形。这下大雄又有了歪点子，直接抓住动漫，随着他一同生长。这么刺激的事情，大雄当然忘不了媳妇儿，风风火火就要去迎接夫人。骑着白马的那是唐僧，骑着动漫的那是大雄。三人刚出发3秒，胖虎就靠着一双拳头成功混到了免费的车票。四人驾着动漫穿过云层，来到仙气飘飘的云之上。蓝胖子用云朵凝固瓦斯一顿喷，云朵就变成了蹦蹦床。但大雄还心心念念巨人之城中的金银财宝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一个云做的雪人瞬间完成。既然雪人都有了，那有云球打雪仗也必须安排上。
近距离看飞机也是蛮爽的，玩累了就睡在软软的云上补个觉。眼看天色变暗，众人决定今天先玩到这儿。可谁都叫不醒一个睡着的胖子，胖虎急得就要用拳头当闹钟，可胖虎还没来得及动手，老妈的一声呐喊，直接把静香和胖虎召唤了回来。眼看豆瓣没了，老妈还在女帝形态，大熊慌了，决定赶紧睡个回笼觉压压惊。这一睡就睡到了黄昏时分，大熊两眼一睁，周围已变成云的王国。大熊满心期待巨人之城的出现，谁知他膀胱一扫，眼前真就出现了一座城堡。果然童话故事都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。两人决定上前查看，可越走氛围越诡异，还出现了一条悠悠小路。冒险的心瞬间变成了保命的怂。看着火上烤着的巨型大碗，还有地上好几米长的筷子，大熊只想立刻立即逃。突然一个巨型身影出现在屋里，两人吓得嗷的一嗓子光速逃离。同样被吓到的还有小夫，一家人来到世外桃源泡个温泉，咋就成了尖叫连连的闹鬼圣地了？大熊两人还在探讨刚才看到的那是啥，但好奇害死猫，蓝胖子决定一探究竟。这面的小夫已经下锅了，谁知随手一泼水，对面还真给出了回应，小夫直接气痛逃命。这神秘液体绝对是巨人的口水，可蓝胖子就要作死去查真相，小夫彻底慌了，绝对是有人缠我身子在偷窥我泡澡。可老妈才不信小孩的嘴，电视角度不太好，老妈大力一推，就让两个早就吓丢魂的小朋友看到了一只巨眼，再次嗷的一声逃了。只能说广告时间更精彩。这下蓝胖子终于相信巨人的存在了。逃跑的路上还看到了惊人的一幕，小夫被煮了，是朋友就得两肋插刀，两人一路冲刺，蓝胖子一记空气炮炸飞小夫，拖着小夫就逃命。儿子被人绑架了，老妈扭着老腰就追了上来，蓝胖子吓得就往死里轰，总算是把小夫给救下来了。可小夫貌似不太领情。那么大熊当初看到的巨人影子是如何形成的？有小伙伴们猜到了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蓝胖子的百宝袋里竟然藏了一只迷你版红胖子，虽然兜里的道具有点坑人，但为什么小伙伴们一致表明红胖子您值得拥有？大熊在小伙伴面前夸下海口，去后山观察野鸟的作业那还不是分分钟搞定？可蓝胖子要陪对象去找失踪的小猫，失信只是会被胖虎暴揍一顿而已啦。可失踪的小猫那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！大义面前，大熊只能是被抛弃的那一个。不过大熊这一哭二闹的戏码还是换来了一个救命道具——迷你版红胖子。个头虽小，常用的道具还是有的，例如竹蜻蜓。显然这个还没大熊眼睛大的迷你竹蜻蜓是负担不起它的体重的，大熊只能勉强低空飞行，当着小伙伴的面脸部着地，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刹车印。蓝胖子变红胖子也只能硬着头皮凑合用了。要快速到达山上，任意门肯定是旅游的必备首选。哇哦，门后可以看到山耶！静香拯救了大熊。缩小灯有木有？迷你缩小灯的效果那也是杠杠的，缩小到完全看不到。一阵邪风直接送进门，大熊和静香率先变回原样。大熊还不忘为爱鼓掌，媳妇儿真棒。然后胖虎也恢复了，小夫则不见踪影。这时胖虎一个大喷嚏，隐约听见了小夫的声音。大熊对着声音的方向照过去，此情此景，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有没有觉得很下饭呢？刚到山顶，胖虎就饿了，没吃饱哪有动力做作业？幸好迷你版美食桌也是有的，只是这分量嘛，一听量不够，凡尔赛小夫瞬间上线，问老妈要法式高级甜点。小夫老妈直呼天哪，瘦成精了！吃饱饭足了，该开始做作业了吧？但鸟儿也太高了。大熊本想要个望远镜，但还是小夫懂啊，直接要来了天文台。这高端大气的天文望远镜用起来大小刚刚好，借助天文望远镜，大家顺利完成了作业。但小夫发现了树上除了鸟儿之外的存在，一只猫，貌似还被老鹰看上，要当盘中餐。大熊二话不说要当那个勇士。可面对脚下的万丈深渊，大熊领悟到冷静让人长寿。面对老鹰猛烈的攻势，大家却束手无策。这时迷你红胖子自告奋勇，让胖虎把他扔向老鹰。胖虎一个完美的全垒打，让老鹰明白了啥叫全村最厉害的仔。红胖子也没闲着，淘汰狼饭团是成包成包的扔，老鹰还是向迷你红胖子冲来。一时间他们纷纷坠崖。听着猫和迷你红胖子越来越远的惨叫声，谁能不伤心呢？可突然一声呐喊，迷你红胖子和猫乘着老鹰一跃而起，看来淘汰狼饭团生效了。与此同时，蓝胖子也跟随寻人手杖的指引来到了这座山。这不就是我整集不出场要去找的猫咪吗？
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，小伙伴们觉得这个红胖子貌似比蓝胖子要靠谱勇敢太多了。蓝胖子急了，这是要下岗的节奏啊！那么如果得不到蓝胖子，小伙伴们可愿意用红胖子来将就下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